Hello， 大家好，我刚刚打了第二剂量的 Pfizer-BioNTech 的 COVID-19 疫苗，现在的我呢，感觉就特别的疲倦，然后我的手臂呢也不能够拿起来，感觉好像被大石头绑着了一样。我之前关于 COVID-19 疫苗的视频播出后，有很多朋友都说长了知识，然后呢也谢谢我的分享，谢谢你们的鼓励，然后你们的鼓励也是支持我继续分享更多正规的知识。前几天呢，新加坡的卫生科学局 Health Science Authority HSA 已经批准了第二个 COVID-19 疫苗的使用，也就是 Moderna。其实新加坡政府呢已经提早预定了3个不同的 COVID-19 疫苗，第一就是 Pfizer-BioNTech， 第二就是 Moderna， 第三就是 Sinovac。Pfizer-BioNTech 与 Moderna 呢是来自美国的疫苗，都是使用 mRNA 技术来达成抗体的。然后 Sinovac 呢是来自中国，也就是使用灭活病毒的技术来达成抗体。不了解什么是 mRNA 技术的朋友呢，也可以看回我之前的那个视频，解释关于 mRNA 技术的疫苗是怎样达成抗体的作用，然后也跟传统的技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现在 Moderna 疫苗也被批准使用了，第一批的 Moderna 疫苗呢将会在3月抵达新加坡，而 Sinovac 中国的疫苗呢还没真正的被批准使用，还在资料收集的过程。有蛮多的朋友都问我关于这个 Pfizer-BioNTech 疫苗与 Moderna 疫苗的分别，然后呢也继续问了我别的关于 COVID-19 疫苗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谈关于 COVID-19 疫苗。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呢，希望你们可以 like 我的 video， 让YouTube 的推算法可以把这个视频推荐给更多的人观看，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来学习更多知识，点开小铃铛。来，我们先来看看 Pfizer-BioNTech 疫苗与 Moderna 疫苗的分别与相似的地方。Pfizer-BioNTech 与 Moderna 疫苗呢，都是使用 mRNA 技术来产生间次蛋白，进而让身体产生抗体的。这2款的疫苗呢，都不含有任何 COVID-19 病毒的实体，所以它的副作用也非常相似，包括会发烧啊，然后疲倦啊，头痛啊，然后打针部位会红肿或者是肌肉酸痛。这些症状呢，通常都会在1至3天里面好转。但是这2款疫苗呢，都是有一些程度上的不一样。比如说 Pfizer-BioNTech 呢，需要收藏在非常低的温度，0下70度才可以存活。而 Moderna 疫苗呢，是需要收藏在0下20度。若解冻在普通冰箱的温度2至8摄氏度的话呢， Moderna 疫苗呢可以存活30天，而 Pfizer-BioNTech 疫苗只可以存活5天。所以在比较起来呢， Moderna 疫苗在收藏的方法以及在传输方面都会有它的好处。这2款的疫苗都需要打2个剂量。Pfizer-BioNTech 疫苗呢需要相隔21天才打第2剂量，而 Moderna 疫苗呢需要相隔28天。2款疫苗的功效呢都非常高。Moderna 疫苗是高达 94.5%， 而 Pfizer-BioNTech 疫苗是 95%。在年龄的限制上， Pfizer-BioNTech 疫苗呢适合16岁以上，而 Moderna 疫苗呢是适合18岁以上来注射的。是不是打了 COVID-19 疫苗之后就可以立刻有免疫力，然后我也肯定不会得到 COVID-19 呢？为什么外国有人打了 COVID-19 之后反而检测出有病毒感染呢？打了疫苗之后是不会立刻有免疫力的，你的身体的士兵呢也需要时间去学习怎样去对抗这个病毒。真正的 95% 的免疫力呢，只会在打了第2剂量之后的第1到第2个星期里面才会真正达成的。所以假如在打了第1剂量之后，你有接触了一些感染了病毒的病患者之后呢，你也有机会感染上这个 COVID-19 病毒，因为你的身体呢并还没有真正产生足够的抗体来抵抗这个病毒的感染。所以不是打疫苗让你感染了病毒，而是很多人以为打了疫苗之后呢就是无敌，所以不需要再戴口罩或者是防疫的其他的步骤，所以才会导致病毒感染的。疫苗是不是打了2个剂量就可以永远有对抗病毒的免疫力，而不需要再重新打过呢？打了疫苗可以拥有这个免疫力多久？答案是还没有人知道，因为这个疫苗是属于蛮新的，然后呢用的时间也还不够长，所以科学家还没有办法判断
打了这个疫苗之后，是不是永远不需要再打？还是需要像流感疫苗一样，每6个月就需要打一次呢？还是2年打一次呢？还没有人知道，所以还需要等待更多的研究报告来得到结果。我已经感染了 COVID-19 康复了，我是不是不需要再注射疫苗呢？当你感染了病毒康复了之后，没错，人的身体呢是会产生抗体，我们把这称之为 natural immunity 自然免疫。但是每个人的自然免疫的持续时间呢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病毒还是属于新型病毒，所以科学家呢还不知道从这个病毒感染康复之后的自然免疫呢可以长达多久。现在有的资料显示，在病毒感染后的90天里面，你的身体的自然免疫还是存在的，所以呢是不需要注射疫苗。但是建议所有从病毒感染康复后的患者呢，在90天后还是要注射疫苗，因为我们不知道90天后你的自然免疫还有多高的浓度，然后你也会有几率再重新感染 COVID-19。可不可以同时注射 COVID-19 疫苗以及其他的疫苗，如流感疫苗呢？不同的疫苗呢，需要相隔14天。假如你刚刚打了别的疫苗呢，建议你等了14天之后才注射 COVID-19 疫苗。如果我打了第1剂量的 COVID-19 疫苗之后有发烧、头痛很疲倦，我是不是不应该打第2剂量呢？我上个视频也有解释，打了疫苗之后呢，身体会出现一些正常的免疫反应，如发烧头痛疲倦然后打的部位有红肿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自然的不良的反应。这些不良反应是正常的免疫反应，通常会在1至3天就会好转，所以呢，这不是不打第2剂量的禁忌。只有打了第1剂量之后出现严重过敏症状，如眼睛嘴唇红肿全身红疹呼吸困难这些呢是属于严重过敏症状，是不建议打第2剂量的。这个 COVID-19 疫苗对这个变异的病毒呢是有减低的效用，但是还是建议人民继续注射疫苗，因为越多人打疫苗，这个病毒繁衍变异的几率就会比较低。而且就算是疫苗对变异病毒没有 95% 的效果呢，但是它也可以减少 COVID-19 导致的严重的后遗症。如果真的感染了病毒呢，也可以比较快康复。需要多少人打疫苗才可以达到 herd immunity 群体免疫呢？我上个星期说了这个词 herd immunity 群体免疫，然后有一些朋友呢就问我说，我如果不打疫苗呢，也有很多人会打，是不是这样呢？群体免疫就可以比较快达成？专家现在还不知道到底要多少%的人群注射了疫苗才是属于可以达成 herd immunity 的状态。但是越多人打疫苗呢，人传人的几率就会变得非常低，然后也可以保护一些不能注射疫苗的群体。所以呢，只要你不是我之前视频所说不适合打疫苗的群体呢，我都建议你可以考虑接受疫苗，因为这样可以让国家更快恢复常态，我们也可以更快不需要再戴口罩。很多国家呢都传出了打了疫苗之后死亡的病例，这个疫苗是真的安全吗？这个问题坦白说呢，我是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答案。一些媒体报道关于打了疫苗之后死亡的病例，但是他并没有告诉你之后的一些调查的结果。比如说挪威养老院有33个老人打了疫苗之后就去世，这报道却没告诉你在挪威的养老院每一天呢都平均有44个老人会去世。所以挪威官方也已经表示，那33个死亡病例与 COVID-19 疫苗呢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东西是100%安全的，你可能说我不打疫苗我就肯定安全，但是你可以肯定你100%不会得到 COVID-19 吗？感染了病毒，就算是康复后，病毒对身体的长期伤害也是不容忽视的。确实打不打疫苗呢是自己的自由的选择，你可以自己衡量疫苗的利与弊，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接受疫苗。我选择打疫苗呢是因为我想要保护我身边的人，因为他们可能不是适合注射疫苗的群体。今天就到这里，如果你还有别的关于 COVID-19 疫苗的问题需要咨询呢，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写下你的问题，我会尽量解答。希望你们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看见，分享一些正规的知识，让大家不要这么迷惘。
谢谢大家，拜拜。